我爸是个厨师，川菜厨师，他得过很多奖，他的厨艺是我吃过最好的。他不光会做菜，还喜欢看武侠小说。赵敏抱着张无忌头颈，知道众人已追赶不上，他拿了一块砖头，恭恭敬敬走进房来。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去世了，留下我们姐妹4个人。我大姐全芳就爱讨价还价，对吧？那3毛3你也要啊？打香皂的时候把水关了，不要浪费水啊！我3妹全水，性格比较软弱。到图书馆。稍等，大外上层。哎，是我先打的车啊。那又怎样？我4妹全爱，脾气火爆，嫉恶如仇。警察，你还跑得过我？我还有个小姨，年近50，至今未嫁，为我们操碎了心。嗨，饭都得了，一个个都出来吃饭吧。你们真当我是老妈子了，等着我挨着个喂你们的，是不是？我是2姐权威，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，人见人爱，落落大方。各单位注意了啊！5秒前，4、3、2、1。江湖说菜，我是权威，欢迎大家收看由郭氏集团冠名播出、葵花药业特别赞助的《江湖说菜》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道菜，绝对是一道江湖菜。江湖说菜，我是权威，欢迎大家收看由郭氏集团冠名播出、葵花药业特别赞助的《江湖说菜》。董事长，全师傅婉拒了我们的邀请。这女主持人是他的女儿吗？是的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道菜，绝对是一道江湖菜。江湖说菜这个栏目先暂停吧。可是我们有合约在，怎么不好办吗？好办，只是违反合约的话，似乎影响不太好。全师傅来我们公司，什么事没有？如果不来，那就对不起了。师长，哎，走，都准备好了啊！师长，哎，这个就属于油啊，还没有热，菜下早了，知道吗？对，菜下早了。全叔，你有时间吗？我跟您说个事儿啊。哎，老窦啊，行了啊。哎。我看刚才那些人都笑得不行了似的，特别好。这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主任找我呢，你到楼下等我。哎，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，想听吗？你们俩先走吧。哦，好。郭氏集团准备停止对江湖说菜的投资。为什么？我们刚才节目那个录制的时候，观众反响特别好，这收视率绝对不会差的。为什么撤资呢？停止投资的书面文件我已经交给中心的徐主任了，他找你去，肯定就是因为这个事儿。停止投资不是针对你个人，也不是针对这个节目，主要是跟并购川江人家有关。并购川江人家那是我爸的饭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真有意思。谁？二师长，你说什么事儿？最近郭氏集团的人是不是找过你？找过，来好几次了。全师傅，您看一下，条件都在上面写着呢。郭总交代了，只要您答应来郭氏，条件由您开。全师傅，我是郭氏集团的总经理郭崇。跟我说让我到他们那儿当那个什么大厨，工资是你这儿的3倍，而且还是税后的。
那说您怎么回的他们？我回绝了呀。这店是你爸临终前托给你的，让我来帮助你。我跟你爸是老哥们儿了，我在这川江干了半辈子了。哦，他们这点钱想把我弄走啊？哎呀，我说实话，他们就是搬个金山银山来，你也不能走。那我得考虑考虑。哎呦，师傅，你别逗我了，行吗？所以他们就下阴招是吗？啊，把我节目撤资，以此来要挟我爸呀？对。杜思远，这投资是你拉的，感情你是给我挖了个圈让往里钻的是吧？妹妹，你为了帮郭氏抢我爸，你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，杜思远。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你放心，我永远是站在你这边的，对不对？其实你的节目完全可以进行下去。郭氏集团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让你出面摆平你老爸。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啊，你怎么能跟这种人在一起啊？哎呀，要不怎么说我是个律师嘛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哎，我跟他们之间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，没有别的啊。你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我可以提出辞职，以表达我对你的真心。着什么急呀？你要真辞职了，他们会找一个更狠的人对付我爸。傻。他们郭氏集团对你可是志在必得，现在都已经派律师过来跟我谈并购的事情。并购？因为您不去，所以现在想花钱办这事儿。我今儿把话撂在这儿，我绝对不走，不但不会去，还让他们什么并购这件事也泡了汤。你也得守住了，他们给多少钱你也不能卖，听见了吗？你全叔我这辈子啊吃软不吃硬，但在这事儿上，我给他来个软硬不吃。得嘞，有叔您这句话，我放心了。我这就给他们规划去，让他们玩自己。笑什么啊？不是，我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一本正经，什么时候无理取闹。哎，但就是这点，我喜欢。他们是太不了解我，我不接受要挟，我宁可不做这节目，我也不能为难我爸。哎，放心，不是有我在吗？啊，郭氏集团啊，不知道咱俩的关系。我现在是他们的法律顾问，这件事情由我全权处理。你先去主任那儿看看台里的态度，咱们随时电话联系。哎，对了，什么时候去选老丈人呢？这事不着急，你放心，婚事要结的，江湖说菜这个节目也不能停。小子，你怎么不交个女朋友，谈个恋爱舞的？嗨，您说这事儿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时间都花在店里。再说也没有什么合适的。合适的有啊，太合适了，有。您是给我介绍啊？我给你介绍一个。那也行，漂亮吗？叔？哎呦，太漂亮了！你们俩在一块儿，郎才女貌，不但漂亮，还知根知底的。你要给我介绍我认识的？当然认识了，你们一块儿长大的。啊？我们家老四。啊？全爱。嗨，叔，您就别闹了，行不？怎么了？你可以考虑考虑啊。叔，您不是不知道，老四是警察，打小啊他在院子里就追着我打，我现在一看着他我就犯怵，不行，你降不住他。你说你小子，你刚才还怕我走呢，怕我跳槽走了。你说你现在哎，你要成了我女婿，那我不更应该帮你了吗？是不是？这个我真不行。老三。泉水怎么样？叔，我求您了，您就放过我吧，我外边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您忙啊。这什么话？放过你，小兔崽子，不知好歹。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法国进口原单，现在只有50块钱啊！多少钱呢这包呢？这个100，那个也100。真便宜，真行！来，存货有限，欢迎选购啊！不是100块钱，大姐是吗？100块钱，这些都100啊？对，都100，选一个吧。哎，那个给我看看。呀，真好眼光！这个 LV 限量版，原价是16500的，现在就卖100块钱。你别跟我扯什么1万多，什么100多，你这个60块钱卖不卖？
哎，妹子，这100块钱就够便宜的了，别讲了。这16500的，现在就卖100块钱，你还往下砍？哎呀，你就60我就拿着，要不然我就不要了。不是你这么大生意，你还在乎这点钱？不行，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刚从底下上来的时候，看到城管的车开上来了。行，60就60，收摊就不卖了。我们是100买，你卖给他60，你可真是。不是，他这个包跟你那不一样，我刚刚就没说40，没说50就。看我这还买1送1呢，里边就50块钱，你就50就行了。行。都是一伙的呀！哎，放心啦，快点！今天比赛别迟到了啊！爸，那个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郭氏集团要收购你们春江人家呀？啊，你放心，这事儿他成不了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哦，没什么，那个爸，我这边录节目呢，我就不跟您说了啊。别，哎，你不是说你今天要带你那个什么律师男朋友回家吃饭吗？晚点没关系，你可得回来啊！我让你小姨已经备饭了，听见了吗？那个，回头再说吧。我估计今天晚上会挺晚回去的。不是，你听我。冲过去！加油！糖！哎呀，小娟！郭氏集团这回撤资也没说出什么具体原因来。我刚才向台领导已经汇报了，你的节目无论从策划、包装和录制上，绝对没问题。尤其现场观众的反应，那是无可挑剔的。我相信播出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收视率。其实我们台里也可以在外面找钱，为你的江湖说菜注资的。可是郭氏集团和我们公司有合约，没有解除啊。就是说啊，现在这个项目还在人家手上。我和他们的顾律师已经谈到解约问题了，可他们似乎并不着急。他们好像有意想把江湖说菜冷冻雪藏，我怕等到解冻的时候丧失最佳的播放时间。怎么了这是？接个电话脸拉这么长？哎呀，那二丫头呗，本来说好了今天啊，要带她男朋友回家吃饭。别，刚来电话，不知又出什么状况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操心呢？全伟找男朋友，一准错不了。可是你说，哎，俩人谈恋爱1年多了，到现在没让我见过面，这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嘛，这不就是？全伟那脾气啊，最像你，都是你给惯的。这，你们家那4道菜呀，也是有偏有向。男朋友什么家境啊，有没有钱，我都不在乎，我就怕他配不上我们二丫头。你说我们二丫头是吧？电视台主持人，再不济了也得找一个男主持吧？你说他干嘛找一个律师啊？感谢台领导对《江湖说菜》这档栏目的肯定，我对这档栏目倾入了很多心血，就像是自己孩子一样。那是。当时郭氏集团注入资金，是杜思远律师牵的线搭的桥。我想这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会私下里做做工作，看看能不能尽快解约。如果郭氏集团另有所图的话，那咱们这档栏目可就断送在他们手上了。另有所图什么意思啊？现在突然撤资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台里最好的策划是支持的，台里也需要吸纳外面的资金，创造更大的效应。哎，千万不要灰心啊，咱们一起努力，把事情办好，不就 OK 了吗？谢谢主任。律师怎么了？能说会道的挣的还多。能说会道好啊，到时候把我们二丫头再给算计了。算计老二，
那得是孙悟空。哎呀，你操心他们吧，想想你自己个儿，你身边还有一道汤呢。什么意思啊你小姨子。哎，人家到现在为什么不嫁了？20多年帮你拉着4个孩子，傻子都能看出来，不是等你呢吗？哎，这还，你说这我还正想问你，我把我小姨子介绍给你，你为什么不应啊？你觉着我缺心眼吗？你是不是想让我替你养小了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不但缺心眼儿，你还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哎呀，行，孩子们虽然说晚点回来，我也得给他们准备一桌菜，是不是？祝贺薇姐，我们的江湖说菜大获成功。薇姐，我们晚上去庆祝吧。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啊！庆祝好啊！这是一个 KTV 的 VIP 卡，你们拿去，今天我买单。好，谢谢薇姐。谢谢。这个台里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有所调整啊。咱们江湖说菜具体播出时间现在还没有定，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白忙活，一切我来搞定。你们就做到玩儿，好好的玩儿，干活给我好好干活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薇姐，听您的意思，你晚上不亲自出席了？啊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家里有个聚会。那个栏目组明天给大家放1天假啊，后天见。好，谢谢薇姐。哟，都准备上了哈。哎，姐夫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今儿咱们都做点什么菜啊？菜谱在那儿呢。哦。哦，对了，姐夫，哎，我买那衣服老觉得不合适，我给你量量，来。干嘛？哎呀，你忙完了再量行不行啊？不耽误。哦，对了，我忘告诉你了啊。薇薇说呀，她可能晚回来一点。啊？哎，她今儿不是带男朋友回来吗？咱们弄了这么多菜，不都为了她吗？是的，哼，也许她自个儿就不着急呢。哎呦，她不着急，我还指着她给老3、老4做榜样呢。我姐去世的早，我这一把屎一把尿的，把老2、老3拉扯大了，我容易吗？我就希望他们找个好老公，将来呀幸幸福福、健健康康的，我就算对得起我姐了。到时候这家呀就剩咱俩了。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就剩咱俩了？这么大的院子，你一个人住啊？嘿，瞧你说的，我这一辈子忙忙叨叨的，好不容易他们都走了，我安静下来了，我一人住不行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早想好了，瞧见没？这2间屋子，我1间屋子养花，1间屋子养鱼。那不行，你得给我留1间。我给你留1间，你跟我住一块儿啊？小姨子跟姐夫住一块儿，那怎么了？好说还不好听呢。你给我买的东西，我能找到都在这儿了。你是特别喜欢哪一种吗？我再给你买。泉水，咱们该分手了。哦，我知道这个桥段，我在书上看过。你是不是要说，希望我们的人生走入一个新的阶段？我没开玩笑，泉水，我们该结束了。结束恋爱关系，
气质在哪儿啊？泉水，你就是个奇葩，居然到这一步你还能装淡定。你知道我已经受不了你了吗？我们在一起2年，你始终保持摄氏度37，你是恒温动物吗？你知道我和你一起什么感受？就好像每天吃没有盐的菜，连续吃了2年，谁受得了？哎，对了，就是前些日子啊，你不是那给你介绍一个吗？说那个咱们中学老师的那人不错吧？怎么样？看了没有？我远远的看了一眼就走了。没下文啊？我说你爱情，你说你这岁数也不小了，咱别那么挑剔了，行不行啊？你又不知道，以后这种事儿啊，你别再给我介绍了。且乎天地为炉兮，造化为功，阴阳为叹息，万物为同。哎，《射雕英雄传》你不是没看过呀？人黄药师为什么说这句话呀？我为什么喜欢人家黄药师啊？你懂吧？应该。谁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呀？自比说那黄药师对我姐一腔痴情，那这几10年我呢，又当小姨子又当妈。你看看你跟我在一起都做了些什么啊？你知道你在我心中是什么吗？就是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购物车，没思想，没性格，没脾气，没温度。你别折磨我了，我们就这样结束这段痛苦的记忆吧。你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了？没有，我们不合适。大哥，晚上好。1号，目标出现，1号行动。大哥，喝酒。我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，来，陪我喝点。我喝酒很干脆，要么就直接品酒，摇骰盅猜枚，你挑。骰盅吧。你先挑。3个6。4个6。5个6。开。喝酒。大哥，我不会喝酒。哎，别走啊！我今儿高兴，陪我喝好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目标身上没有武器，接头人还没有出现。好，那我就干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姨婆，我被冰刀给铲了。怎么着了？这大呼小叫的啊！冰刀被铲了，不是不是，什么铲了呀？不是，就是冰球比赛摔了一跤。这骨头有事吗？没事，去过医院了。医生怎么说的？就破了点皮儿啊。嘿，就碰破点皮儿。外公，其实不怎么疼，就是不舒服。我吼几声能舒服点儿。你看，能舒服啊，咱就吼啊。那是见了你们撒娇吧？娇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得向解放军学习，轻伤不下火线，知道吗？啊。我怕你喝酒多对身体不好，才给你买的这个。袜子你都不洗，我就给你多买一点。我就这点工资全花在你身上了，我买不起贵的东西，这些都是我的爱。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？您需要点什么吗？冰淇淋有吗？您需要点什么口味的？随便，来5份。
哇，这儿那么热闹呢！哎，走走走。好像有个同事在这儿，我过去看看。好。这把呀，你输了，你喝。谁喝不是喝呢？嗨，你干嘛呢？你瞧你穿着衣服，你这头发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有意外情况，来的不是接头人。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，走开！你喝多了吧？你跟这种人在一起干嘛呢？哎，说什么呢你？别搅局啊，一边凉快去。他呀，是我前男友。听到没有？前男友。什么前男友啊？你瞧你穿着衣服，你哪像个当警察的样子？你们慢慢玩，走！别跑！去！怎么了？好像是。爸，小军他爸说今天下班回来，他能回来晚点儿。最近他们厂子在竞争厂长，上上下下他的呼声很高，估计8、9不离10。真的？啊，好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临门一脚很重要啊，别掉以轻心，踢中了不行，踢偏了不行，啊。行，我告诉他。哎，二妹那个新节目叫《江湖传说》是吧？江湖说菜。这您都知道？这我听了一耳朵，好像是已经录完了吧？对，那爸您知道吗？他那个节目所有的厨具都是有成他们厂子免费提供的。真的？哎呦，那有成这回做的不错呀！好，真给你二位帮了忙了。这有什么帮忙的？他也给有成他们厂子做广告了，属于互惠互利。哦，好。哎，爸，小姨给您做那新衣服试了没？合适吧？你这小姨做件新衣裳，怎么饶世界都知道？开玩笑，我陪她上街做的。做了一件男的，做了一件女的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情侣装。我跟你小姨穿个情侣装啊，这不胡闹吗？我不穿。特地给你哎呀，干什么呀？真的不是故意，我不知道你在出任务。你知不知道你这坨老鼠屎啊，把这一锅汤都毁了呀？刑警队这条线跟了整整1个月，我今天也跟着上上下下忙活了1天，又化妆又陪酒，哎，万事俱备，就差这临门一脚了，让你给我挡在那儿了。你把接头人直接吓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错了，真是够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知不知道我最怕什么？我知道呀，你最怕你自己一直在咱们所里，没有当刑警的机会吗？我全爱，从来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像你这样猪一样的队友。猪队友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跟着我了，行不行？哎，全，别跟着我。怎么了？没心情，没兴致，都是因为你。
你还是因为这个川江人家的案子生气呢？没事，有我呢。哎呀，我怎么越看你越像个叛徒啊？啊？杜思远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在郭氏集团那边劫钱，在我这劫色呀？啊？没有，我向上天发誓，我永远忠心于你。我在郭氏集团，我就是个卧底，我是前夫。那你快想想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办法？怎么办啊？办法有啊！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姐夫，今儿这顿饭是为老二张罗的，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？哼，看来呀，还是老大懂事。嗨，老大不是没工作吗？没他们姐儿几个那么忙啊。你这心里呀，就是向着老二。我帮你干点什么？菜摘了，都摘了。对。哎呀，我今天晚上已经有安排了。对方要求现在谈，带着证据来的。非得现在过去吗？人都到了，就等你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一会儿就到啊。去吧。老婆，你吓死我了。那咱爸那儿？我刚才想了一下，以你郭氏集团卧底的身份，最好不要去见我爸。哎，说得对，要不然老爷子万一发火，那就麻烦了。还给你。老婆，嫁给我。没心情。好，那就下一次。泉水，怎么回事啊你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肚子疼。怎么肚子又疼了？冰淇淋吃多了。肯定又心情不好了吧？咱俩还真是心有灵犀。你怎么回事啊？这被雷劈了呀你！别乱动，还是今年流行啊。我比被雷劈还倒霉呢。今儿啊，刑警队借我去执行任务，煮熟的鸭子被王冲那家伙给搅和飞了。想起来我就来气。我见了咱爸，不被他劈就行了。哎，都睡了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最喜欢吃的虾，吃不行了。你不是肚子疼吗？不疼了，不疼了，疼也顾不上了，赶紧吃，吃可拉倒。哎，你说跟别人说咱俩是双胞胎，谁信呢？一卵双胞胎嘛，都是这样的。你说咱俩要是同卵双胞胎的话，是你这样还是我这样啊？像你。哎，你们俩怎么才回来呀？对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才来？我什么才来呀？我在里屋陪小菊写作业呢。哎，等，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别提了，先让我吃饱了饭再说啊。哟，小姨，你今天穿太酷了！小姨以后就走这路线了啊！这脑袋红毛的。哎，小娟儿，你腿怎么了？哎，没事，今天冰球比赛摔了一跤，蹭破点皮儿。你怎么坐下来写作业去？写完了，妈，我不想回家。没说回家，你二姨还没回来呢。二人呢？他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怎么了？啊，你们俩不知道啊？今天老二要带着他的未婚夫上门儿。这就带上门见家长了？哎呀，那多没了，别吃了。没事，这都给我啊，这还没动呢，这个。我回来了！阿姨，我要受伤
没事吧你啊？没事没事，我都是拿走汗了。你给我买好吃的吗？哎呀，我给忘了。到你的，吃你的。小军，快来！哎呀，慢点慢点。二姐，你怎么才就回来知道呀吃。呵，怎么回事？这还顶上红毛了还？啊，这什么打扮啊？这个？爸，我男朋友今天出任务呢，怎么来不了了？你出任务出家里来了？任务完了回家不赶紧把衣服换了？喜欢呐这样打扮，赶紧给我换了去，我瞧不惯。哎，赶快上楼换去，快快快！哎，怎么着他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那位呢？我要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今天我新栏目《江湖说菜》大获全胜，好评如潮，所以我今天跟同事们一起出去庆祝了一下。不过回来一看这么多菜，不能浪费了呀，所以我决定呢开酒。等，男人味儿啊！红酒、古龙水儿。二姐，你快坦白吧，你去哪儿鬼混了？哎，老三，那么亲密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哪有这么跟姐姐说话的？快坐下。就是没大没小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不让说实话啦？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其实今天本来是想带着男朋友给您跟小姨见一下，让您好好审查一下。不过我今天我这男朋友他突然之间他那个加班，他有个案子没办完，所以今天过不来了。没事，没关系。怎么叫没关系啊？我们忙一下午了，就是因为说她要带她男朋友回来吃顿饭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一句话说有案子就不回来了，啊？找着什么人呢？靠谱不靠谱啊？靠谱。这人家不是工作重要吗？你这急什么呀？再说这一桌子菜咱们可以自己吃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吃菜的事儿。不说好了，说带回家来，让咱瞧瞧，把把关，有这话吧？对，有啊。人不回来，咱们参谋什么？参谋空气啊！我有照片儿。不看，我要看活的。爸，那个我男朋友从法国给您跟小姨带了好多礼物，都在我屋里呢，我这就去拿。行，别来这套了，啊！你买那么多衣服，什么名牌都挂那儿了，我连穿都不穿。你爸净嘴硬，哎，你经常在屋里偷着试穿，当我没看见呢。你净嘴硬，我去拿酒。来，赶紧都坐。爸，我给您倒一杯红毛药酒，您尝尝啊。那这杯子给我收了吧。来，有成回来啦！哟，快，赶紧，就差你了啊！来，坐。来，你坐过来。喝两杯，坐。咱们今儿啊，为了二姐的江湖说菜，收视率飘红，还有为了这一桌子好菜，咱们满饮此杯。来，咱举起来，来，祝贺！哎，爸，等等啊，你还不知道呢吧？什么事儿？那二妹的江湖说菜被叫停。哎，大姐夫，那个要不陪爸喝这个吧？说这酒挺好的。哎，咱等会儿，什么？怎么叫停了？什么意思？他那个栏目被叫停了，投资方撤资了。爸，投资方撤资是件特别正常的事情，在我们台里都稀疏平常了。我们那栏目好没关系，有的是人投资，都排着队呢。哦，那行，那好。哎呀，二妹呀，你可真心宽。人家郭氏集团是撤资，人家不解约，等于你们那个栏目它就夭折了，懂吗？你倒没事儿，回头换个栏目接着干。我们厂可惨了。哎，这次做节目，所有的不锈钢厨具都是按照节目的要求量身定做的。本来我想免费做个广告，这下倒好，没打着狐狸，惹着一身骚。哎，大姐夫，谁是狐狸，谁一身骚呀？行，我是狐狸，我一身骚，行了吧？你没看着今天那几个副厂长把我挤兑的？要不是厂长拦着我差点我打人。哎，行多几年没办傻事儿吧？抡什么拳头呀？大姐，你听他在这儿咋呼，就他能打谁呀？哎，行了，行，坐，别说这些，别那么激动，坐。我问问你，
他这节目办得好好的，你刚刚说是郭氏集团撤资了，好好的节目为什么要撤资啊？什么原因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，反正是撤资了。爸，我们厂这次可是损失大了去了。有成啊，你少说2句吧，咱赶紧趁热吃吧啊！权威啊，你今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你说郭氏集团要并购我们川江人家，我跟你说他并购不成，这紧接着就撤资了，什么原因啊？是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所以他们给你撤资了呀？爸，其实您想多了，这事儿跟您没关系，它就是一栏目，是我事业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，跟您没关系啊，你别多想。姐夫，我欠你的我会还的啊，我一定会还的，别动不动抡拳头打人，你倒打一个试试。哎呀，我困死了，我回去睡了。哎，慢慢吃，老二。吃饭吃饭。行了，哎呀，舒服呀，今儿跑够了。哎呀，今儿跑的可不短。哦，哎，老全呐，啊，你那二女婿不错吧？错不错，我哪知道啊？人没来啊，说有事来不了，送2样礼物来对付我，我连看都没看，给扔一边去。我看呐，好饭不怕晚，心急吃得了热豆腐，早见晚见你都得见，对不对？要是我呀，我才不急呢。你当然不急了，你孤家寡人，一个人吃饱了，全家不饿。哎，我说，我那小姨子的事儿，你再考虑考虑。真的。哎，你们俩要是成2口子了，咱还是亲戚呢。你贫不贫呢？还提这茬啊？不理你。嗨，比你强多了。哎，你要找着你，算是占了大便宜了。全师傅，您昨天说的那菜心啊，我今天上了些，您看一下。直接啊！哎，好嘞，慢走啊！哎，全叔，今天的藕是新挖的，又嫩又脆，你看还带着泥呢。嗯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老板，哎，那什么意思啊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的藕啊，川江人家要了。各位好，主持长好。我们的口号：食不厌精，胃不厌气，全力以赴，做到最好。好，我啰嗦2句啊，盐要少放，芡汁要薄。已经有客人提出来了，说我们的素菜口感都过腻。现在讲究的是什么？盐少油少，清爽可口。厨师干什么的？厨师不就是掌握火候的吗？对不对？人家客人到咱们店里来吃饭，吃什么呀？吃的就是你厨师这点技艺，对不对？记住了，上点心啊！都记住了啊！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全叔，哎，那郭氏集团来人了，然后说点名要见你。哦，来了，你别紧张啊，我叫他们来的，跟他们聊聊吧。全师傅，这是我父亲送给您的礼物。哎，都是让您用茶啊。我呀，就是一厨子，这一辈子都跟厨房打交道，不太会说话。有什么不周的地方呢？您多担待。全师傅，久仰大名，早就想来拜会，今天有缘，主要想跟你聊聊。哎呦，您这是，您都是一个开星级饭店的人，什么样的厨子您找不着啊？您说我一个快退休的人了，您还费这么大心思？我们郭氏酒店马上就要面临着评定升级为白金5星级酒店，你是厨界的名人，一流的人才。如果我们强强联手，以你的名气和手艺，加上我们酒店的现代化管理，评定升级，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又能够让川菜和你的拿手绝活名扬四海，
这可是一件锦上添花的大好事。我呀，在这川江人家都干了30多年了，我对这里的人呐、物啊什么的，我全都有感情。今天让我离开这儿，我还真舍不得。哎，要不咱们这样，您看行不行？您那儿派2个人来，我正式收他们为徒，啊，我给您培养人。要不然咱们这样也行，我呢每个礼拜到你们那儿后厨去，给指导指导，也算是我到了郭氏集团了。哎呀，有大姐就有好吃的面面。半天也不吃，那面都坨了。我跟你讲，工作归工作，都过饭点儿了，快吃吧。我真心吃不下。哎呀，你姐夫那人他没坏心眼儿，你知道的。再说了，就你那事儿，你想瞒也瞒不过去啊。你到时候将来那电视上，是吧？大姐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大姐夫即使不说，爸迟早也得知道。哎，那现在再去找那么多钱不容易吧？既然这事儿已经牵扯到爸了，不然咱就劝劝爸，他一定会帮你的。爸肯定会帮我，但是我不想为难爸。董事长，就是我闺女办那个栏目啊，还是得请您多支持，让她继续办下去。全师傅，其实啊，我们酒店现在就是着急做这个评估，一旦酒店这个评估能过的话，那大人说话少插嘴。全师傅，孩子不懂事，让你见笑了。哈哈，没事儿。我这一次是带着诚意来和你谈合作的。我坚信，咱们合作后的前景一定是非常光明。那是。不过呢，这件事啊，成与不成没关系。今天我们认识了，以后就是朋友。改日请全师傅到那儿做客。董事长，咱们再想一个那个两全其美的方法，好吗？节目的事儿，您还是多想想。谢谢您亲自跑来还给我带礼物，谢谢啊。他在川江人家干了半辈子，不可能轻易挪窝的。哎，我那天在电视上看的啊，说一个栏目办起来可不容易了，又要找赞助，找资金，拉植入。你说，要是节目下马了，那些广告什么的，是不是也都上不去了？大姐，我理解你的意思啊。只要我在台里，就肯定还有新栏目，到时候还是能把产品广告推出去。如果大姐夫因为这事在家为难你，你告诉他啊，我可找他说理去。哎，你姐夫对我挺好的，真的。那你节目什么时候继续啊？我这不等着投资方解约呢吗？只要他这约一解，好多人都想投资。那郭氏会不会主动去找爸呢？小子，那叔啊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啊，你赶紧找人吧。为了你权威二姐，我恐怕真得挑这槽了。杜律师，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，跟我说一说。我觉得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，就是继续给江湖说菜注资，同时呢，请全来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节目当中。为什么？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，我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护郭氏集团的利益。江湖说菜这个节目是我们郭氏集团独家赞助播出的，如果让权威和全来同时出现在节目当中，不管是对节目的本身，或是对郭氏集团的宣传，其效果都将是加倍。跳槽这件事啊，永远是你情我愿的。不管我们用尽任何方法，我们强行把全来搞到了郭氏集团，那他的心里面肯定不舒服。到时候随便做砸几道菜，那他砸的不是全来的招牌，而是我们郭氏集团的招牌。那个时候我们会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。
第3种可能性，全来拒绝了一切要求，而我们呢，也停止对节目注资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得罪了电视台这个平台。将来不管是广告合作，或者是任何方式的合作，我们都会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，这不是我们希望的。最关键的，我们得罪了权威。虽然他只是个节目主持人，可他要是在任何节目里面随便说上几句，那对于我们郭氏集团来说，只能是100%的负面影响。说得非常有道理。那就让全师傅一起江湖说菜。喂，小夏子。哎，薇姐，你帮我劝劝叔吧，咱们川江人家不能没有他。你的节目那边，我再帮你找投资，行不行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啊，那谢谢您，姐。拜拜。一点小惊喜，等你。谢谢你给我制造的浪漫，不过我今天没有兴致。哎呀，你快点告诉我应该怎么解决啊！这样吧，你晚上去我那儿，我慢慢跟你说。不行，你要是告诉我呢，我可以考虑晚上晚一点回家。我觉得今天我这件事办得非常漂亮。第一，你爸不用去郭氏集团了；第二呢，你的江湖说菜投资照常给，就是有一个前提条件。让我爸跟我一起做节目，让我爸替郭氏集团宣传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对你个头啊！我爸今天为了这事儿已经给小夏子打电话了。小夏子不光是我爸的老板，也是我爸看着长大的，管我爸叫叔，他等于就是我弟弟。你知道刚才我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什么吗？说我爸打电话求他，就是为了我这事儿。与其这样，我这节目不做了，我也不能为难我爸。这样啊，你呢也别生气。最近2天我先去你爸那儿探探口风。你呀？你放心，他不认识我。谁找我呀？啊，伯父，您好，我是郭氏集团的法律顾问，我给您带来一个新的策划案。啊，哈哈，你吓我一跳！你这，哟，瞧你这年龄也奔4张了吧？你不用叫我伯父，你叫我大哥也行。你坐。您看看，哎，那个，坐。要不我还是叫您全师傅。客气。全师傅，您不用去郭氏集团。权威呢，他的电视节目照常进行，前提条件就是您参加权威的电视节目《江湖说菜》。哦，好啊！哎，这郭氏集团怎么就想通了？做生意嘛，以和为贵，和气生财，所以我就跟我们董事长提议，提出了这个方案。你向你们董事长提出建议啊？哎呦，我都忘了问您了，您贵姓啊？我姓杜，我叫杜思远，我是明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也是郭氏集团的法律顾问。郭氏集团的法律顾问？哎，对，那也是他们律师吧？是。哎，那你为什么帮我们呢？因为权威的关系。哦，你认识权威啊？是。哦，那你们什么关系啊？合作关系。不，朋友关系。哎呀，权威的朋友。又帮了我这么大一忙，哎，你等着，我给你炒俩菜，一会儿喝一通。不忙啊！我公司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，你等会儿啊！我实际上想跟你咨询个事儿啊。您说，你坐。哎，你也是律师，那这咱们这市里头的律师，你差不多都认识吧？啊，是。那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啊？我们权威听说找了个男朋友，也是个律师。你就帮我打听打听，这小子姓什么？这人靠不靠谱？您的意思是说他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权威这孩子大大咧咧的，你说他找一律师，
那律师能靠谱吗？全靠着嘴上来说，是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没说你。那行，我去给你炒菜去。不，下回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好，再见啊。杜思远，薇姐什么时候来台呀？我们栏目遭封杀了，不许造谣。是资方出什么问题了吧？薇姐，你还好吗？薇姐，挺你！江湖蔬菜万岁！你吓我一跳，你。哎，来，这是你的中午饭。哦。哎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你能不能跟你们主任说一说？我想跟你一起上那个节目，咱爷俩一块儿去说菜去。这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吗？我不能让您为难。我为什么难呢？再说了，我为我闺女，我什么事儿不能做呀？我知道，你是想为我铺路。没事儿，我不在乎，不就一工作吗？我就是去端盘子，我也能端出个优秀服务员。我就算去公交车上卖票，我也能卖出个3把红旗手来。我是谁呀？我相信你。我犯不着为这么一个破节目让我大为难，我委屈您干什么呀？哎，我还告诉你啊，我还真不委屈，我乐意着呢，真的。你想啊，我当厨子一辈子了，我炒菜炒得好吃，谁知道我是谁呀？我这上了你这节目，人家知道哦，这就是全来，我就出名了。将来咱们一块儿出去，我得戴口罩、戴墨镜。哎，闺女，让我求求你，给爸走个后门成吗？爸，没事啊。江湖说菜，我是权威。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，可能有些观众还并不陌生，说不定还吃过他做的菜。他就是川江人家的主厨，赫赫有名的川菜大师全来全师傅，我们欢迎他。咱们说的是叫江湖说菜。对啊，江湖咱就离不开江湖。我这个厨子呀，是喜欢看这个武侠小说的一个厨子，但是我看武侠小说呢，跟别人看又看的不一样。人家看的是这个恩怨情仇啊，侠肝义胆呐，我是看书里头写的这些美味佳肴。可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我认为天下美食没辣不欢。我们常说啊，人生是甜酸苦辣咸，但实际上呢，我们川菜就3味。是哪3位呢？我今儿给他带来了。哦，是吗？让观众朋友们啊一起来看一看啊，也请主持人看啊。这是带着礼物呢。哎，带着料理来的。你看啊，豆瓣酱。再看第2，姜片；第3个，还有蒜。原来川菜就这3样。对，有人说了不对呀，川菜不是讲的是麻辣吗？对。其实这是一个误会，麻辣只是一个介质，啊，它不能掩盖了食材的鲜美的味道，而它应该用这种麻辣来提升食材的鲜美味道。这川菜呀，一共有56种的烹饪手法，味儿重，味儿厚，味儿纯，味儿浓，讲究的是百菜百味，一菜一格。陈年老酒啊是一定要有的，而且我给你爸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爸心态可比你年轻，你可别整什么文玩核桃啊、手揉铁球之类的。哪能啊！我给你爸准备了一个法国雕塑。没准他更喜欢酱油醋啊！真的？啊，不过送什么礼物其实是次要的，只要他能喜欢我这个人。哎，对喽，这就对了。哎，今天晚上宣布咱们俩结婚的事儿呢，需要技巧，也需要运气。技巧没问题，至于运气嘛，你就是我的运气。真会聊天。
我爸今天设家宴呀，一方面是庆祝我们今天节目成功播出，第二方面呢，就是他信守承诺留在了川江人家。这2件事啊，你是功臣，所以今天是咱们挑明这件事的最好时机。哎，他们在看什么？这就是用川菜手法，金庸笔下的鸳鸯谱针会。行，走啊！我爸呀，这辈子就2样，一是做饭，二呢就是看武侠小说。只要你把这2件事搞定啊，这事儿就成一半了。我那3个姐妹你都见过了，一旦发生什么危急情况啊，这3个人你都靠得住。那我不是等死了吗？找小姨呀。我妈去世之后啊，是小姨把我们3个带大的，她在家里地位可高了，我爸就得让她3分，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儿，立马找小姨，一定没问题。老婆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哦。喂，什么情况？行，我明白了。哎，老婆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公司要开一个紧急会议，我得马上去一趟。这样，你先回家，然后待会儿跟你会合，好吗？那怎么办呢？紧急情况嘛。来，你买单啊！慢点开车。好。水来了，手没放里边。哦，这么拖着碗，老三帮摆一下啊。好，我来。让，看着啊！来，最后一道菜，水煮鱼。哎，好嘞，起来。哎呀，是帮帮我，快点！哎呀，回来了，人到了啊！那面膜是给你们仨的啊，还有小米雪。啊！哎呦，给您带了这个，您应该是喝完了吧？来，手里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？我请的律师没来啊？爸，今天他们那个律师行那些合伙人开一个紧急会议，所以可能会晚点来。哦，那晚点啊？那咱们等。哎，这回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么兴师动众了吧？我要请这个律师吃饭。这律师啊是一大功臣啊，他搞定了我们这个川江收购的事儿。这次要不是他，川江人家的事儿解决不了这么圆满。第二呢，你姐这个栏目呢，哎，开播了，哈哈，所以今天是双喜临门，知道了吧？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春节美什么呢？儿都能成。对，好日子，好日子。爸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这杜思远没来呢，我得跟您说件事儿。说。那个，他不仅是个大律师，他也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就要结婚了。结婚？啊？
都知道啊？啊，合着就瞒着我跟你爸呢？不是小玉，这不是跟您说了吗？闺女，你这可都要结婚了，那他的底细你摸清楚没有啊？清楚啊。哎，咱呀让全爱好好的调查调查。对，你啊，老四，你给我查查。爸，小姨一会儿您就来了，你们当面接受调查不就行了吗？哦。哎，那你告诉我，合着上次等的也是他呀？真够可以的。爸，小军明儿要早起，我们就先回了啊。哎，把这蟹黄包拿回去，给小军当早点。好，小军回家了，走了。外公再见。哦，再见，宝贝儿。啊，先走了。拜拜。书包拿好。爸，他现在暂时还来不了，他从来都没有这么不靠谱过。要不咱别等了，吃饭吧。干嘛不等啊？这饭菜都已经凉了，等。我现在很有兴趣等他，哈哈。见你这男朋友还真不容易。喂，老婆。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还在公司呢。你不是说你晚饭前就到吗？你为什么会关机呢？那个刚才手机没电了，这不是刚刚充上电，刚刚开机。我把观众都给你码好了，你男主角不到，他们看谁呀？那要不这样，你们先吃啊，别等我了，我立正赶过来。力争是个什么意思呀？你就帮我跟家里人解释一下呗。你看着办吧。老婆，你别生气啊。我不应该生气吗？啊，我就应该承受你爽约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在家人面前颜面扫地了。老婆，这样啊，你回头给我个机会，我一定跟你好好解释。我们是你招之即来的粉丝啊！啊，你让什么时候见就什么时候见呀！我告诉你，杜思远，你不用来了。哎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嘛。我不喜欢听解释。爹地，东西收拾怎么样了？今儿怎么来晚了？昨晚没睡好啊？别提了，我那二女婿，啊，准的二女婿。昨儿我这忙活着给做一桌子菜，嘿，没来。你不是说到店里去过吗？他还帮你摆平了郭氏集团挖你跳槽的事儿，吃不吃饭没那么重要。不重要，约了2次都不见面，啊，老搞这种什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事儿。什么重要？什么重要能重要过见我这未来的老丈人呢？那倒也是。我老觉得这律师啊，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呢。哟，那可得多注意啊！人家都说呀，这恋爱中的女人有点傻，老二别让人骗了。什么话？我看你才傻呢！我怎么傻了？你这是怎么说老二的？你在这儿？你看，你这人说什么都不对你心思，还让不让人说话呀？不是，哎。你买菜呀？你要什么菜？哟，看射雕啊？啊！看到哪儿了？看到那个郭靖闯桃花岛，跟那个欧阳克比试，然后闯关取黄蓉。您看您要什么菜？哎，啊，
这是刘老板那个摊儿吧？对啊，您要什么菜啊？你是新来的？啊。啊。给我送一批去啊！哎，师傅，你送哪儿啊？川江人家。薇姐，节目录制在3楼的多功能厅，这是串词儿，还有20分钟的准备时间。还有20分钟啊？哦。挺好看的。你先上去吧。哦，好。对我们来说是利益最大化。喂。干什么呢？我开会呢。在哪儿啊？我在郭氏集团。跟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女的一起喝着东西开会，真是惬意。不是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没看到你啊。右上方。我过去一下。老方，这么巧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今天是要上楼去录节目是吧？要不要我送你去啊？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一定要注意身体，不可以劳累过度。另外，你在我家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誉可言了。我爸表面上不生气，其实心里特别不爽。我可真管不了这事儿了。注意身体，拜拜。哎，老婆，我跟你解释下这边的人物关系，杜思远，嚯，还真是个人物啊！小姐，有没有像这样的鲁菜、粤菜和淮扬菜啊？对。郭成，哎，你干嘛呢你？不是，你干嘛呀？别人输了，跑到图书馆来把妹。你干什么？你把妹把什么妹呀？就他这样的妹，我能把吗？我亲眼看到你们2个留电话号码。谁留电话号码了？你简直无理取闹！你小姐，你误会了，他们俩根本就不认识。你才是小姐呢，你们全家都是小姐。你属狗的吧，见谁咬谁！人家有男朋友，干嘛抢你的呀？你冲我嚷嚷，你要打架是不是？是啊，来啊！你不管我了，我看你敢动我！我就让你看。谁找我？伯父。哦呦，哈哈哈！伯父你好，我是杜思远。杜律师，哎呀，哎，咱们俩这是第2次见吧？是的，上回咱们是吧？你坐下，坐，你别那么紧张。哎，伯父，我这次来是专程向您道歉的，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失约了，这非常的不礼貌。您要怪呢就怪我，不要怪权威。您要是心里不舒服，干脆您骂我2句。骂什么骂呀？我又不是那种不讲理的老头。打断您一下，您怎么能算是老头呢？哎，按照联合国最新的划定，您这个年龄属于年富力强的壮年，您是我的长辈。这做律师的啊，这油嘴滑舌的。好。哎，你怎么还带着盒饭来了？什么意思？没吃饭啊？忙了一天了，都没顾上吃呢。您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不介意。你赶紧吃，赶紧吃。要不这样，我上后厨给你做碗热汤去。伯父，不用麻烦了。这不麻烦，一会儿就得。你快吃。汤来了，来尝尝。谢谢。这是我喝到过
最好喝的汤啊。慢慢喝，慢慢喝。不好意思啊，伯父，我先接个电话。你接，没事，你去接去。哎，这件事情如果让权威知道了，他不会跟我结婚的。我们之间是有约定的，好吗？你这样做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这还有事儿。伯父，不好意思，工作上的电话不得不接啊。没事没事，你忙嘛。啊，对了，伯父，我最近正打算离开郭氏集团。你离开？好啊。你想，你跟权威这种关系，你在郭氏集团待着算什么回事啊？是不是？哎，对了，你跟权威认识多久了？怎么认识的？我跟权威的认识真是缘分哦。我们是在旅行的时候认识的，我们坐飞机正好挨在一块儿。那天呢，他有点晕机，我正好带着晕机药，我们就这么认识了。后来在电视台做节目，我们又遇到了。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呢，我们发现我们彼此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。就这样，从朋友到恋人，一直到现在准备结婚。伯父，说句让您笑话的话啊，自从我第一眼看到权威啊，我就认定他是跟我共度余生的人。所以我们俩结婚呢，那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。好啊。伯父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对权威负责啊！不光是这样，我会对我们全家尽心尽责。您以后就把我当儿子看。呵，这话说的，我愿意听。你再吃两口，再吃两口。啊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你接，你接。律师工作忙，你接吧。你又在搞什么鬼啊？啊！我告诉你说，这事根本就没得商量，没得谈，好吗？没得谈。打完了，打完了，不好意思。那伯父，咱们接着聊。不用聊了，不用聊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我是一厨子，我这辈子看人呢，我就看他的吃相。刚才你吃饭的时候、喝汤的时候，我都观察了。你这人啊，是一厚道人。我们全员眼光没错。我可告诉你，她以前也带过男朋友到我们家来，没一个像你这么斯文的。好好相处，我看好你哦。谢谢伯父。你赶紧再吃两口，再吃两口。谢谢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那你忙吧，你忙吧。对，你又是个忙人。哎，这东西放这放着，我来收拾。啊，伯父没事，我来扔，我来扔。走了，再见。二丫头睡了吗？没呢。啊，来，过来。哦。爸跟你说点事儿。结婚得用户口本儿。你从小生下来啊，名字就写在这户口本上了。你别看这户口本就这么几页纸，它可是咱们是一家人的凭证。哎呀，这个结婚要走了，你这一走呢，
对爸爸来说，就好像家的这个小窝里头，3只燕子又飞走1只。爸也没什么可以给你的，就是跟你说几句话。你们呐，可以说是生在一个不幸的单亲家庭，但是爸爸我这辈子是拼了老命，也不想让你们有这种感觉。我也没什么本事，就会做个饭呢，做个菜什么的。我就想着是，我就应该把你们姐儿几个喂得小肚子饱饱的。你小的时候喜欢挑食儿，不爱吃肉，就为这个事儿，爸还打过你呢。我就是怕你营养不良，瘦得跟个麻杆似的，怎么办？看现在爸给你喂得多水灵。哎呀，女儿要嫁人了，爸爸这心里头啊，那种感觉说不出道不出。你这样，结了婚了，你们2口子忙啊，饭有的时候不定时候啊，不可口啊，也没时间做呀，就回家来吃。不管什么时候，家里都有一口热菜热饭等着你。